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大手哥。不上不夜的，为什么突然想起努比亚 Z50 Ultra 了呢？因为当我第4次看到的东西问这玩意儿到底和红魔有啥区别的时候，我就知道肯定是躲不过去了。当然最关键是这东西当初我首发买的，事到如今如果连盒都没打开原地甩卖的话，实在是多少显得有些有些傻。于是乎我简单瞧一瞧，然后和红魔的区别尽量带一带玩呗，就是。Z50 Ultra 最为成功之处显然就是套用了红魔的框架，终极全面屏方正无界，霸气喷涌，飞曲没孔，气贯长虹，甚至连细屏都散发沁人心脾的纯粹。只如此的零添加，尤其对于常规旗舰自然不比针对性的刻意雕琢。相信很多朋友都是在实际握于掌中之后，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回归本源，直截了当的刚猛，干脆利落的平直，再配上多少比红魔都还要更进一步的重量，宛若铁板一块。当然话说回来，哪怕心底闪过一丝犹豫，很可能都是因为你纯度不够，因为此等浓厚的存在感，对偏好以刚克刚的纯爷们来讲，很可能唯有爱不释手。相较红魔，最大破绽在于框架相同，但却并未采用相同设定。对于这个身形，红魔音量键与电源键的两侧分裂显然是个更好的选择，基本可以不调整握姿，无论左右手皆可快速使用。而 Z50 Ultra 空间充沛的前提下，反倒选择了常规旗舰做法，把音量键放到了电源键上方。此等身形恐怕就没那么好调整了，也很难摆脱为了区分而区分的嫌疑。另外，在红魔身上纹丝不动的音量键来到 Z50 Ultra 也属实比较松垮，存在明显晃动。至于滑动开关，尽管可选息屏快速进入节拍、启动游戏模式或者切换声音模式等功能，但放到右上角几乎是红魔触控键键区域的做法还是比较奇特的。竖屏单手够不着暂且不提，关键横屏要一直摁着这东西打游戏，还和操控没关系，就别扭了。有同学肯定要说，那你不会把手机调过来吗？调过来滑动开关是没有了，但就得右手摁着主摄，外带可能误触音量键，远没有主摄在左侧时来的舒适。总体我觉着反正是偏拍照的机型，滑动开关下回找个合适位置换成快门，兴许会更加通顺。另外按键启动节拍模式也有一点奇怪，即使没有设置锁屏密码，想回看也必须得再划一次锁屏才行，可能需要稍作调整。其他相较红魔，侧边少个麦克，红外有了 NFC 了，但耳机接口又没了。当然这个可以理解，毕竟放了一堆摄像头，确实没啥地方。不能理解的是为毛背板多了一圈塑料支架呢？既影响颜值又耽误手感，远不及红魔的直接衔接来的平顺自然。主摄模组尽管小底 Z50 Ultra 可能高度压力也没有那么格外的大，但你无法抹杀它在此处所做出的努力。无界悬浮玻璃盖板几乎直接将阶梯的凸起在视觉上化于无形，平行空间又最大程度减弱了臃肿以及大头沉的感受，与经典红圈一起拉升精致度，打破了沉闷。总体不仅跳出了满地的罗锅或者奥利奥俗套，更打造出了独特的优雅与秩序，实属佳作。本次 Z50 Ultra 设计对于市面早已约定俗成的常规旗舰套路多少有一些离经叛道，但整体而言，除了勇敢做自己的努比亚果然才是最带劲的努比亚之外，无话可说。所以满分5分，你愿意为努比亚本次的设计打多少分呢？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。4代 UDC 通常情况，尤其在末日暗色主题加持下，正常使用是基本察觉不到的。不过暗光下，尤其屏幕亮度20尼特左右显示部分色彩时，就会非常的明显，例如灰色，或者你关闭了下拉菜单的高斯模糊，那么你将会始终看到它。这也是为什么开发者模式中搞了一堆奇怪的开关的主要原因，都是为最大限度隐藏前摄。只是比较尴尬的是，像默认开启的刷新率智能切换这项就纯属拆东墙补西墙。由于60赫兹刷新下隐藏效果更好，于是它就让你低亮度时自动锁60赫兹刷新，但关键这东西并不智能，只是单纯的取决于屏幕亮度，手动调暗也会直接锁定，整体令滑动体验出现割裂。如果你觉得你的 Z50 Ultra 用着用着就会有点卡的话，不妨先看看这个开关是不是关好了。另外不清楚何故，也许是系统 UI 原因， Z50 Ultra 出现明显色彩断层的概率及程度都要比红魔烈度更高。至于前摄效果，相较之前的红魔没什么显著变化，基本还是围绕帅是能用这么个范畴。正常情况下会有些类似加了柔光滤镜，极端情况依然是重影，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使用的是人脸识别。暗光环境下，因为系统识别时不会通过屏幕对面部进行补光，导致大概率识别失败。建议全当没有人脸识别这回事，老老实实使用指纹解锁吧。震动虽然量感不足，力道偏小些，但震感出人意料的竟并不会让你感觉格外的单薄或者虚假，就感受而言反倒颇有几分浑厚，个人觉得也算够用。
接口方面给了 USB 3.1 阵一，实测独立大文件传输可以达到540兆每秒上下，不过受限于定位，红魔那一屁股的额外游戏投屏功能 Z50 Ultra 是没有的，只支持最高 4K 60帧的正常投屏，立体声双扬略显离谱，到什么地步呢？相较之下，甚至红魔8 Pro Plus 的效果都会让你觉得仿佛动听了起来。Z50 Ultra 听筒扬声器声音明显偏小，横屏效果尤其平时看视频的话，实际听感说是单声道都并不过分，弱于主流水准。当然你也可以尝试在设置当中手动调整声道平衡，只是调整后整体效果反倒会更加糟糕，我觉得没有挣扎的余地，入手之前需要有所觉悟，参考红魔，朋友们简单听听看。When I see your monsters, I'll stand there so brave and chase them all away. A cup of coffee still steaming, staring back at me and it's blacker than the night. I'm awake but still sleeping. I keep telling myself I'll be alright. Oh, and I know.喜欢的人觉得贼牛逼，不喜欢的人觉得贼垃圾的影像部分，个人觉得两种评价都过于极端，尤其后者很难说不包含由于惯性所导致的误解。就是当你早已习惯了主流23到24毫米广角焦段的对焦距离，再来使用35毫米的时候，会发现这玩意儿真的是很难对得上焦，而不会想到是由于焦段自身属性物理层面决定了35毫米就是需要拿远点再拍。加之 Z50 Ultra 的微距又特别灵敏，不经意间近距离拍来拍去，结果用的全是 GN1 微距，可不就是会不及预期吗？最尴尬的是弱光近距离，估计有同学会发现我操，好像根本拍不到东西。我的建议是你把自动微距关了，拿远点再试一下。同时也建议努比亚别犯懒，多加2条提示，指导帮助用户使用正确的对焦距离、正确的摄像头，也就没有那么多麻烦了。等效35毫米标准焦段相较常见的比如等效23毫米主摄几乎可以说是宛如长焦的存在，同等距离下画面是要比23毫米近得多的，要不怎么说是为扫街而生的人文之眼呢？你拍的时候不需要跑那么近嘛。即使你说我有功夫先变个焦再拍，那35毫米的物理前景深起码常见1英寸以下手机传感器基本都是无法企及的，这时候你就急眼了，那我他妈拿着23毫米喝出来走近点不行吗？正常来说不太行，因为近了之后即便导致透视关系都变了，严格讲属于特殊效果，好不好取决于拍摄题材、追求张力等等的 OK， 否则跑题了不是？刚才这几张图就是35毫米想提供给你的全部故事，前景深、大虚化、近距离拍摄没有广角的畸变。这时候别说你急眼了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那我要是就是不嫌麻烦，23毫米拍摄完事儿手动裁切行不行？依然参考小米13的 IMX800，选择徕卡生动，我们试一试。该说不说啊，好像还真行。没错，日常拍摄尤其相对大一些的场景，其实努比亚的等效35毫米优势是没有理想环境中那么明显的。你随便搞个23、24毫米手动切一下，大差不差。反倒是相对偏写实，又略带着点复古，还飘散一丝绿的成像风格，在世俗之中占不到半点便宜。就像刚才那几张奇遇，色彩并不讨好眼球，估计这也是 Z50 Ultra 拍照遭到很多新用户吐槽的原因之一。没有其他，纯属人性使然。只有随着场景收缩，你才会发现这哥们的魅力所在，画面开始变得更加真实立体且富有质感起来。此时倘若在手动修正下过亮的问题，很难说市面1英寸以下的广角主摄之中，还有谁能比 Z50 Ultra 更能令你找到所谓摄影的感觉？尤其如果偏爱前景深，那就是横着走了。这种光学属性带来的特质，绝非一般的计算摄影所能替代。当然，如果你喜欢大景深，不好每一寸画面都必须丝毫毕现，色彩还得足够爆炸，那肯定是受不了这个。长焦端参考同样 OV64B 的 X90 Pro Plus， 大致随便撸2个相近焦段。Z50 Ultra 的85毫米，粗看之下还可以，但如果是想当望远镜使，放大细节就要弱一些，可能主要还是想让你拍人像吧。干到350毫米左右，差不多同样如此，够用是够用，只是没有 vivo 这边清楚。不过这把微距还是挺好使的，想拍啥直接怼上去就可以了，效果也都比较赏心悦目。夜景模式 Z50 Ultra 似乎比白天表现要更好一些，起码没有泛白，同时也足够的亮。主要到了晚上，35毫米比广角更容易出片，这个事儿在感受上会更加明显。尤其如果是相对小些的场景， Z50 Ultra 整体画面也更具质感，所以不要只盯的是 IMX787，仅有1.73英寸，值回票价没有问题。其他努比亚这把补光灯挺亮的，有意思的是拍照的时候，如果选择手动补光，它还给你分成了多达7个档位，这个设定并不多见。街拍模式个人觉得主打的就是一个文艺，玩的就是复古，要的就是赶脚。模拟胶片、噪点颗粒都有粗细之分，风格滤镜更是格外的丰富。和别人不一样的是，努比亚的滤镜大多相对中性，我觉着没有那么的激烈，不会显得廉价。叠加颗粒其实效果不错，推荐买的同学可以多尝试一下这个模式。比较意外也有些超出预期是 Z50 Ultra 这把还提供了 4K 120帧录制，这东西相信大家应该并不陌生，比如索尼是吧？只要发新机就肯定催一遍的保留项目，这回努比亚也有了，只是仅在主摄提供，单次时长上限为15分钟。如果按照4倍30帧慢放计算，也就是单次60分钟的素材升格利器，画质朋友们简单感受下。
整体而言，个人觉得还是具备了相当可用性。关键是啥呢？虽然只有等效35毫米，有 4K 120帧，但它支持最高15倍数码变焦啊！你就说这个效果可不可吧？反正我觉得是挺可以的。当然这里机动倍率有点撸高了，没记错的话是 7.3 倍250毫米左右，如果是5倍的话，总体效果还要好得多。只是最后必须得提一嘴，这个 4K 120帧目前确实是有 bug， 和你离得远近都没有什么球关系，尤其复杂背景环境下，它就是单纯的难以对焦，而且就算你对上了，时不时还是会抽搐一下，有待尽快更新优化，不然白瞎了。屏幕部分，总之就还是红魔那块呗，肉眼观感没啥问题，足够的清晰细腻，也没有彩虹纹，只是这个亮度落到数值上就也还是那么的低。手动平均最大亮度 533.1 尼特，强光激发 680.1， 局部能有个750。横向来看，全屏激发几乎可以说达到了目前主流最低水平，猜测可能是为了更好的均量表现吧，毕竟这方面比之前的红魔要强很多。当然，关于这个亮度，朋友们倒也不用悲观，一方面就我这几日在北京40多度大太阳下的实际体验来看，确实没有影响。那些全屏能干到1000多的选手，很多真到太阳下其实坚持不了太久，用不上半根烟的功夫，你就会发现反倒努比亚更清楚。另一方面说是全屏680，局部也才750，但观看 HDR 内容时，峰值是可以达到840尼特左右的。不过真要说有啥切实的毛病，巧了也是有2点，一个就是环闪中间那玩意儿单纯只是个影像方面相关的光谱传感器，这哥们背面并没有光线传感器，加之正面的光感反应还迟钝，也就导致很多时候，比如室内逆光场景，你很可能总会觉得屏幕偏暗。第二点，也许是系统 bug， Z50 Ultra 到室外强光下按下电源键解锁，大概率屏幕过暗，导致你会误判屏幕并没有被点亮，非得是再按2次电源键重新来过才行。也不知道有没有碰上的同学，这点真是有点蛋疼。调光频闪和红魔基本是一毛一样，亮度滑块大致 52%，125尼特左右切换调光，最高1440赫兹。同时开发者模式当中支持开启低亮度模拟低吸，但是就是吧，这个模拟低吸不开正好，暗光灰阶表现也不错，开了就完犊子了，会非常的抹布。考虑到1440赫兹调光已然足够的护眼，模拟低吸并没有开启的必要。色彩方面，纯论数值与红魔基本完全一致，不过由于色温与伽马有所不同，实际上手观感来讲，我认为 Z50 Ultra 相对更好一些，只是色域覆盖实在是有些低了，比如柔和模式的 sRGB 甚至都不足 90%， 差点意思。触控采样系统 UI 和原神当中为240赫兹，王者荣耀、和平精英、星穹铁道当中为480赫兹，尽管宣发写了960，但实测并没有发现任何960赫兹的踪迹，且未见开关与设置。感受度实测与红魔8 Pro Plus 基本是同样的水准，没有显著区别，但是也并不意味着 Z50 Ultra 就能当红魔使，因为比如游戏模式里外里其实也就提供了3档性能选择，功能设置勉强能有红魔的10%吧，给的太少。我觉得下回更新不求把游戏相关的全搬过来，但起码基础的应该再拿点，像是消息、弹幕通知之类的，对吧？性能方面咱就直接烤鸡呗。哎，别慌，这个事儿还有回旋的余地，毕竟系统努比亚都没工夫调，何况是跑分软件呢？只是 3D Mark 在 Z50 Ultra 上面格外奔放了一点，基本也就是坚持10分钟，超过则随时可能因高温保护而中断。这里取跑的相对久的一次为13分钟，结果来看，我觉得是一丁点都没调，因为红魔这里最多只敢放到 6.5 瓦，而 Z50 Ultra 在这13分钟里平均功率干到了将近 9.8 瓦，可以说除了 LG 和 iQOO Neo 8 Pro 2位精神小伙，正常情况下市面没有人能再进得了这哥们身。然后奇观就来了 ，CPU 平均温度 83.5 摄氏度 ，GPU 97.2， 你们猜猜峰值是多少呢 ？CPU 最高干到了97摄氏度，而 GPU 整整109摄氏度。咋说呢？烧水都用不着这么高，建议买了同学不要在 Z50 Ultra 身上跑这玩意儿，在失控熔毁的边缘疯狂试探。参考红魔历史，不要看数值，主要看一下发热区域。该说不说，两者确有几分神似，主要热点是较为相近的，只是 Z50 Ultra 庞大的主摄模组恐怕对散热难免形成一定掣肘，降低了内外交换效率。和刚才那个图可能还真对得上，就是里面已经炸了，但表面却并不是最热的。不过没关系，成不成还是得看实际嘛。半小时最高画质120帧 HDR 王者，这里开始数据都是可以看的，因为除了上把的 iQOO Neo 8 Pro， 其他全是现跑的，又新又准。Z50 Ultra 此处表现非常不错，温度与功耗等等与 iQOO 11实为相近，但帧率要更加平顺，甚至相较关闭内扇的红魔也要小胜半筹。所以如果你只是玩这类的话， Z50 Ultra 确实是罩得住的，没有问题。然后上回有同学强烈建议跑星穹铁道，因为原神
实在是看吐了。老夫觉着也确有几分道理，于是这把咱就跑看。同样为最高画质，路线是这样的：星茶海出发，绕一圈进长乐天，最后泰普斯上下往死里转悠，直到结束（括弧全程只散步不冲刺）（括弧完了）。最终结果如图，这就有点参差了。RG7大力出奇迹，以全程平均 8.5 瓦左右功耗砍下平均 59.2帧，虽然中途不免同样颠簸，但除了机身热点，我觉得表现不错。红魔8 Pro Plus 叠加内闪2档紧随其后，性能释放应该是 7.9 到8瓦之间，拿到 55.8帧，比想象中要弱一些。至于 Z50 Ultra 与 iQOO 11半斤8两，同样都挺卡，不过这里个人觉得应该是 Z50 Ultra 稍好一些，因为后半程温度起来后，帧率下探幅度并没有 iQOO 11大，只注意 iQOO 11的前1/3表现其实还行，甚至与红魔差不多，所以倘若一定要决一雌雄，后续有机会可以全加上背夹再试试。总之 Z50 Ultra 最多是处在类似 iQOO 这种骑墙头的范畴，相对影像旗舰而言肯定够本，但真要玩游戏，哥俩仍是红魔更猛。Z50 Ultra 内建5000毫安时电池，续航方面我觉得只要你不是点错了，把开发者模式当中的锁定120赫兹给整开了就还行。80瓦快充，充电 1.2 起充，5分钟充至 25%，10分钟 46%， 充至100%，耗时31分钟，全程峰值功率 64.14 瓦，平均 40.3 瓦。总体看起来还是那句话，做自己的努比亚才是最好的努比亚。尽管这把难免略有那么点凭颜值一白遮百丑的嫌疑，但毫无疑问也找回了那种专属的独特气息。上至灵孔无界屏，下有潜望远含情，温可 4K 120是5能角的红魔野心经，谁言主摄注定是广角，偏叫人文迷芳草，为毛圆边润角才算好，老子非使方眼踏凌霄。就这种我命由我不由天似的剑走偏锋，放到努比亚身上永远都能迸发出奇效，且丝毫不违和。虽然小问题是不少，可放眼前后左右，咱就说 Z50 Ultra 这档号的还真就不好找，有兴趣值得瞧一瞧。好了，挤不出来了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，感谢收看，我是大手哥，我们下期见。